的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。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。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。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。忘不了你月亮，忘不了你梅花香，伴我漂泊走远方。我真的不想，我真的不想啊！你不要再逃避了，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啊！回去要记得吃药。走，不要走啊，金燕姐，别了，不要走。金燕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我病了，所以若琪陪我到医院去看医生。哎，金燕姐，金燕姐，金燕姐。金燕姐，你别走啊！金燕姐，你帮我把衣服、药物交给他，我走了。哎，金燕姐，菊香，我看金燕姐是误会了。张崇志，你病了，有人陪你去看医生，晚上有人照顾你、服侍你。我真可怜金燕姐，太担心你的伤口会发炎，特地给你送药跟衣服。没想到你却……菊香，我看你们真的是误会了。我误会？好，今天的就别说，就说那天晚上吧。下着雨，你们两个竟然在报馆门口亲热的抱在一起。菊香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去向金燕姐解释吧。菊香，你们真的是误会了。你是怎么回事？看着你老公搂着另外一个女人，竟然哭着跑了回来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。其实前几天晚上我去买夜宵，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。那个时候下着大雨，他们两个还紧紧地抱在一起呢。我看到了，我也吓了一跳。难怪崇之一直都不肯跟我同房，原来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崇之一直都没有跟你同过房？没有，爸爸妈妈他们都一直怪我不能生，其实是崇之他不肯啊。崇之他太过分了，娶了你竟然不跟你同房，却去跟那个邓小姐同居。哦，原来崇志喜欢邓小姐啊！大哥啊，实在太不像话了。哎，菊香，你快告诉我，崇志真的跟那个邓小姐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面啊？是啊，那个茶房还说邓小姐夜里也到旅馆去过夜，他都误会啊，邓小姐是崇志的老婆呢。哎呀，这个崇志也真是的，喜欢邓小姐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嘛？干脆跟我说，把她娶过门，不是很好吗？哎，我去跟她说。嗯。喂。小林啊，我去采访了。好，待会见。再见。哎。
邓小姐，出去啊？哎，同志在吗？他在里面。谢谢啊。瘦是瘦了点儿，不过跟同志感情好的话，照样可以生孩子的。哎，进来。哎呀，同志，阿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告诉你，你喜欢邓小姐的话，你跟我说一声吧，我很开通，我不反对的。小刘，你先出去。好。对不起，妨碍你。慢慢谈啊。好。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嘛？我的意思简单的很呐，只要你们生个孩子给我传香火，我就不反对你跟什么女人在一起了。我们找个地方谈吧。好啊。爸，我跟若琪只是朋友的关系，在旅馆里是因为我病了，还有一篇社论要改，他是因为帮我才留下来的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再误会我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管是不是赶稿子，总之他是留在旅馆里过夜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一个女孩子能留下来跟你在旅馆过夜，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啦。改天我托人到她家说媒去啊。爸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们不用委屈邓小姐的，我们会明媒正娶，把她给迎过门。我跟若琪是清清白白的，而我呢，已经结了婚，是有老婆的人了。何况金叶姐从小就在我们家里长大。哎呀，亏你还是个念洋书的人，脑子这么陈旧。一个男人娶几个老婆多的是，娶几个老婆不会丢脸的，反而说明你有本事。爸，你的做法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就永远不要回家。打你这个小人头，让你一世不出头；打你这个小人手，让你有东西不再偷；打你的小人脚，让你一世没鞋穿。打你这个小人呢，嘴巴歪一边，不能乱说话。打！哎，你烦不烦啊？够了没有啊？哼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个猪妹呀，她昨天呢还骂我是乡下婆，你说气不气人呢？我现在打小人呢，打了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哼，打你这个小人呢，打你打小人，真的心里会舒服吗？哈，当然了，你看我现在啊多舒服呢。哼，我相信呐，那个猪妹呀，明天嘴巴一定会歪一边，不敢再乱骂我了。打那些表面正经、背后跟别人开房的女人，不正经、假斯文，打！你在打什么小人呢？哼！哇，打得比我还狠呢！哎，你不是在打重志跟邓小姐吧？不用你管。哼，我不只要打他们，我还要打那些莫名其妙为儿子娶小老婆的男人。哇，你连拳书也打？哦，哎呀，我的木屐呀！你看。对不起啊，你就将就点穿吧，明天我再买一双还给你。怎么将就穿呢？你看，怎么走啊？啊！哎呀，好啦，对不起啦。不过说真的，现在我心里真的舒服多了。你当然舒服了，我一点都不舒服啊！真是。哎。嘿，桂花婆啊，菊香怎么这么开心呢？他刚打了小人，当然开心了。打小人？打什么小人啊？嘘，别说我说的。啊，不说。就是那个重志跟邓小姐啊，结果啊，连拳术也打。打他们干嘛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重志啊，跟那个邓小姐，就是旭升的女朋友啊，他们呐走在一起了，居然呐瞒着大家偷偷的到旅馆去开房呢。那菊香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啊？也许是吧。哎，你说丢不丢人呐？哎呦，因为报馆向我约了几次稿，现在可以交差了。哦，写的是关于哪方面的文章啊？这一系列都是为童工控诉的稿件。像这篇，标题是从童工事件看当前工潮，
哦，那这还有一篇，从童工事件看人剥削人的社会。那还有这篇，从童工事件看殖民地当局的病态。好，太好了，光听标题就很有吸引力和煽动性。旭生啊，认识你真好，你是一位有理想的热血青年。我想这些文章一定可以唤醒民众的觉醒的。真要谢谢你的鼓励了。好，我有些事我要先走了。你写好的这些文章，我先拿回去看看。哎，你仔细读一读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再联络我。好。哎，伟兄，你来了。哎，不送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旭生，最近这么空闲，帮伟兄的报馆写稿啊？当然了，教书只能影响学生，可写稿可以唤醒民众。啊，对了，大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，有关去法国念书的事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我绝对不去了。哎，为什么？目前这样的生活，我觉得更有意义呢。我要赶稿。哎，旭生，旭生。要酒瓶啊！谢谢啊，错的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吃，很有效的，可真香。哎，差2瓶啊！这下可好了啊！很多人订我们的货，要是天天这样可好了啊！来，哎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好，哎，你们小心点啊！是啊，来，那个推过去。大家勤劳点啊！生意刚刚开始，应该趁热打铁啊！帮我把它推过来点。有田就要有牛，开厂就要有车。今天就是我的牛了，好好的帮我干啊！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嘿嘿，想不发的难了。哎。哎，世忠啊，下午计生药房交代说要多订10打药水，哎，明天顺路把它送过去啊。好。那天啊，我送货去的时候啊，那个老板向我抱怨呐，他说我们的药一上市之后啊，他那些外国进口的药啊卖不出去啊。哎呀，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嘛。我们天王标的药水啊，功效好，口碑好，他们那些外国货肯定卖不出去的。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便宜。你还说便宜啊？人家都叫你吸血鬼呢。刚批发给他们的时候是市价5折，现在就涨到7折了。做生意啊就是这样，凡事是为自己，只要有钱赚，天诛地灭我都干。哎，曲江，你不是说有个赚钱的方法？说来听听。哎，你跟我合作，我肯定赚大钱的。你要是能发明一种会生孩子的药，就真的发大财、赚大钱了。你说的倒是真的，哎，很多人也这样问过我。如果发明这种药就好了，而且生男生女是能够任选的。哎，如果再发明一种药，吃了不会生孩子，那我就更发了。你又在发什么白日梦啊？这可不是白日梦啊，可以想想的。我去看看药叔，可能有办法。哎，菊香啊，你这2天干嘛闷闷不乐啊？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你这2天都吃不到1碗饭。谁说的？刚才我吃了1碗饭，还多添半碗呢。哎呦，你们2个别肉麻了嘛！吃饭就吃饭，什么1碗半碗，刺激我这个王老五。哼，你真多话。怕刺激的话，就跟我一样，娶个好老婆。对啊。他，只有你说他好，这小辣椒送给我都不要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好嘛，正好。哎，你们全都在这啊！哎呀，好。喂，你不受欢迎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呦，你还为那件事情生气啊？我早就忘了，误会呀！来重治喜欢的是邓小姐啊。邓小姐？是啊，是啊，他们早就同居喽。我看这里呀，只有你们2个不知道了。是不是真的？哎呀，对了，
静好，坐下。我有事跟你商量啊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托你去说媒的。阿叔啊，你叫我去说媒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没有啊，你跟重治跟若琪都这么熟，你最适合了。阿叔，待会儿我约了顾客谈点生意，这件事情改天再说吧。哦，你有事情忙啊？那我就不耽搁你了。这说媒的事情就说定了啊！拜托你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阿叔，你慢走啊。这个老王八蛋为他儿子娶小老婆的事这么紧张，要不是看他老，我早就揍他了。重治他怎么可以娶小老婆呢？而且他要娶的还是邓小姐。重治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你们说金燕姐知不知道全叔来叫你去说媒提亲的事啊？要是金燕姐知道了，她肯定受不了。我倒怕旭生受不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旭生要来，所以我骗他说我约了顾客，把他给打发走了。那正好，旭生来了，我一定要警告他。哎，你别乱来啊！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千万不能胡说。金恒，旭生，你来了，你也在这儿。哎，走，来了。你去法国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啊？是啊。我今晚来，是这样告诉你们，法国的事，我决定不去了。啊。我觉得留在这儿更有意义。静红啊！说。哎呀，我刚才忘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到邓家说媒的时候，你跟邓小姐说，要是她愿意嫁给重治的话呢，她不要做小的，做大的也没有关系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，记得啊，拜托你了啊，再见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不去法国了。我不去法国了。那张重治要抢你女朋友，他现在要跟邓小姐结婚了。那你跟我走，我们一起去找他算账去。别这样，不用了。我自己的事，我也自己处理。旭生，都是你啊！重治，菊香，我等你很久了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啊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有些话我说出来，希望你不会介意。你说吧。当年在乡下，金燕姐是你的童养媳，我跟世忠已经定了亲，本来应该是幸福的两对，可是却弄得4个人都很痛苦。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向你提起，我只是希望你不会重复以前的错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大家都把邓小姐当成是旭生的女朋友，你不觉得这样你们4个人都很痛苦？我觉得男人做事情一定要果断。你如果真的喜欢邓小姐，你就应该对金燕姐有个交代。如果你想跟金燕姐在一起，就不要害了邓小姐，更不要让金燕姐守活寡。你的书读得比我多，学问也比我高，根本不需要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女人告诉你这些的。不过，我真的希望不会见到你们4个人都痛苦。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。我先走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，抬高一点儿。菊香啊，
干嘛？您今天一大清早去找张崇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不是跟你说过是为了金燕姐的事吗？真的为了金燕姐的事啊？没有其他的事啊？你说还会有什么事？我帮你啊。干什么呀你？不要像游魂一样的跟着我嘛！去做工吧。菊香啊，我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失魂落魄的。你是这里的工头啊，你这副德行怎么管工人呢？有件事我想问你啊。来，坐。什么事啊？你说菊香是不是喜欢张崇志啊？要不然他会为了张崇志的事这么紧张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一大清早他就去找张崇志啊。我是在想，他是不是放不下张崇志啊？你说嘛，是不是啊？到这时候菊香对你还不是假的吗？当然是真心的啦。我也知道菊香对我是真心的，可是你别忘了，这张崇志啊，专门抢朋友的老婆的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喜欢他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会下降头的？是啊，崇志来到南阳就学会下降头，而且专下爱情降。喂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？如果你这么紧张，就赶快跟他结婚呢。我是想多存点钱才结婚啊。况且你知道这种事，我是很难跟桂花婆开口的嘛。结了婚照样可以存钱，钱多钱少都可以结婚的。那桂花婆那儿我帮你说去啊。做工吧你。吃饭吧。哇，4菜1汤，吃的可真丰富啊！今天加菜是用我的私房钱哦。金红啊，反正你今天不用出去，就多喝2杯吧啊！桂花婆，真难得喝到您酿的米酒啊。不过有一种酒啊，我等了好久都还没喝到口啊。你想喝什么酒啊？我马上给你去买。喝他们2个的喜酒。少不了你。要是世忠跟菊香摆喜酒的话，第一个要请的人就是你呀。你忘了，这个媒是你做的，我打从心里早就要谢谢你这个大媒人了。这门亲事从唐山收到这里收了好几年了，赶快给他们办了吧。就这个月。好啊，就这个月。不行啊，这个月是6月份呢，6月结婚只能做半年夫妻，不吉利不吉利。那就下个月吧。下个月更不可以了，下个月是7月份，7月鬼门大开，绝对禁止嫁娶的，不能。对啊，我要跟世忠做长远的夫妻，所以结婚这件事呢，绝对不能马虎的。我呢，绝对不会在6月、7月结婚的。那就8月吧。好啊，就决定8月了啊。好，吃饭吧。来，静红，喜酒呢等8月才喝，现在呢先喝杯米酒吧啊。你上哪儿去了？我等了你1个晚上了。你饿不饿？喂，你是怎么了？喂，你要去什么地方啊？喂，我在跟你
你说话，你聋了，你哑了。是啊，我倒希望我聋了哑了，最好是瞎了呢。那我什么都看不到、听不到，那我就不用这么烦了。喂，不准走啊！你听着，我是你老婆，你说走就走，你可把话说清楚才可以走。好，我就跟你说清楚，你都说你是我老婆了，为什么一谈起结婚的事就推三阻四的呢？哼，在家乡的时候，道奇公都亲口叫我们结婚了，可是你婆婆呢，却说什么6月半年夫妻，7月鬼门开的给回了，害我们结不了婚。今天静侯又谈起结婚的事，你婆婆又说什么了？6月半年夫妻，7月鬼门开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世忠啊，那你要是不喜欢我、讨厌我，我们干脆分手好了。你干嘛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嘛？你这只野山猪啊！为了结婚这个日子就气成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啊，跟别人不相干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我们要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说你是我老婆，那我可不可以亲你呀？喂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你老是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没什么改变的，你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一身西装，好像一个大商家一样。哎呀，这个社会啊，先敬蝼蚁后敬人，穿得差点，别人就瞧不起你。如果你留在当铺当少东啊，那肯定比我光鲜很多倍啊，是你自己不愿意，自讨苦吃嘛。哎，没办法了。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过不了我自己这关的。我看你最近瘦了很多，气色好像不太好，你千万不能大意啊。是吗？我自己倒不觉得。哎呀，我也学会了制药，开药厂，现在懂点药材啦。说来听听啊。如果要止咳化痰，你就要吃川贝、金子牛；要消炎解热，就要吃金银花配川心莲。如果用夏枯草煮水喝，可以降血压。我看你倒是可以当医生了。哎呀，当医生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我只知道有什么病就要下什么药。不过我看你真的好像有病啊，还是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病，才好对症下药。喂，别绕圈子了，有话直说好了。我得了什么病啊？应该吃什么药？为情所困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药。哎呀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你跟邓小姐是不是有感情？我不了解。不过人家说你抢了旭升的女朋友，还跟邓小姐去开房，我就是不信。你不是这样的人吗？说真的，静红，在这个时候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人家怎么说你，怎么看你，你也要负点责任。你就是命带桃花，你看你这双桃花眼，难怪有这么多女人喜欢你。我可没这个福气了。别开玩笑，我最近为了感情的事，简直痛苦极了。感情的事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你，一定要自己去面对解决。哎呀，凡事都不能逃避，要勇于面对啊！感情的事是不能逃避的，我会去面对的。那就好啊，那就好。旭升，听太总说你在这儿，所以上来找你。我在赶稿，没时间跟你闲聊。最近我也是很忙，可是我觉得有件事
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旭生，关于我跟若琪的事，我看你是误会。我没有误会。好，你今天来找我，想听听我的看法，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你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想起这几年发生的事。每次一到紧要关头，你总是扮成一副很可怜、很无辜的样子。旭生，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你，可是现在我才发现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你处处做好人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带给大家的究竟是什么？旭生，起初你爱徐香，可是你不敢违背你的阿爸，就跟金燕成了亲，害得菊香到现在还怨恨着你。在表面上，你是负起了责任，可事实却不。你跟金燕在一起又不肯圆房，这算什么？这是残酷的精神孽障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有，你鼓励我追求若琪，你去跟她在一起，还偷偷的跟她同居。旭生，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。你我没有误会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再听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一块长大，一块玩，一块上学。我、你、世忠、静红4个人当中，我跟你最要好。我最尊敬的也是你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榜样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听取你的意见。你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？我不想听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听的太多了。好，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答得出来的话，我就听你说。你对得起菊香吗？你对得起金燕吗？你对得起我跟若琪吗？张重志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已经不是朋友了。请进，邓小姐，我来找你爸的。谁呀？少张叔。哦，豆腐嫂啊，来，走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休息啦。啊，不会。今天我是特地来向你们讨杯喜酒喝的。喜酒？哎，什么喜酒啊？我家玉梅办喜事。哎呀，我今天来是给你们做媒的，媒做成了，就有喜酒喝了嘛。做媒？是啊。给谁做媒呀？不会是他吧？开玩笑，是你呀。克阳和若琪2个人的社交很自由的，不用别人来做媒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倒是想听听你为谁做媒呀？我是给邓小姐做媒的。给我做媒？是啊，男方就是潮兴当铺张老板的儿子张重志，他跟邓小姐在《狮城日报》一块做事的。是他爸爸派你来的？是的，是张老板托我来的。张重志不是有老婆了吗？怎么他还想结婚啊？他是有老婆，不过那是在唐山娶的嘛。只要你们同意，他答应，邓小姐一进门就成大老婆了吗？我姐姐条件这么好，又不是没人要，干嘛要委屈她？豆腐嫂，我看我们暂时不谈这门亲事了。少张叔，我看你先回去，先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改天再来。改天再来。慢走啊！好，不送了。不必。这个豆腐嫂也真是莫名其妙，也不先打听打听，就来胡说八道。无风不起浪，张家会派人来说媒，你是不是跟重志要好了？你真的喜欢张重志啊？自从你到报馆工作之后，我就发现你跟重志经常来往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了感情了？重志这个人品不错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封建人家，如果你想跟他继续来往的话，除非他先离婚，要不然你们之间夹着一个唐山老婆，对大家都不好。
再见。哎，重志，重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爸爸找人上我家提亲？你说什么？小旅馆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现在杜福嫂又来做媒，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情了。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纳妾。重志，我爸说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，就先解决你跟金叶的事情，才来提亲。提亲的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有些事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。再见。谢谢你。再见。今天的国际新闻到此结束。太好了，听到这样的新闻，问题就清楚多了。每天这个时候都可以收听到，你可以常来，不过地点要保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知道的。我写的稿你们看了没有？打算什么时候刊登呢？你写的稿我们都看过了，写得非常好，是有实力、有分析，是对殖民地主义制度的有力控诉。对，那就太好了。写得很好。经过我们详细的研究之后，那篇童工的文章和漫画，我们希望能刊在《狮城日报》。刊登在《狮城日报》。《狮城日报》的主编张崇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们的报纸的销量比我们的多10几倍，影响力比我们的大，能争取到更多社会人士的支持。所以，这一次希望你能够跑一趟。是啊，希望你能跑一趟。没事了，别太拼了啊你！哎，先生，哎，旭生，我来是找你谈公事的。坐。不用，我是来投稿的，投了稿就立刻走。我这篇文章写的是童工问题，想来贵报刊登。旭生，你来投稿，我很高兴。可是这漫画好像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报馆的宗旨是针砭时弊，做民众的喉舌。这漫画很明显的是画我们认识的 Mr. Johnson。还有这个标题：殖民地主义的忠实走狗。这类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，我们是不能登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画的就是 Johnson。打从我来到新州，从齐章山事件一直到现在，Johnson 做了多少坏事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我现在写殖民地主义的忠实走狗，算是很客气了。其实我该写的是 ，Johnson 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他是社会的剥削者。旭生，你先不要激动，你听我说。Mr. Johnson 的人我很了解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写掀开齐章山铁幕的那篇文章。还有，要是这张漫画刊登了出来，我们的报馆可能会被殖民地政府查封迫害，到时候连阵地也没有了，怎么跟人家斗争到底？不要说下去了。你是不是以个人的恩怨来对待我的投稿？不，旭生，你听我说。我告诉你，《狮城日报》不刊登我的文章，其他报馆一样会刊登我的文章。旭生，你听我说，旭生。啊，旭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同志，走，一块儿喝咖啡去啊！不了，我要赶稿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不要太介意了。是啊，他只是投稿罢了嘛。你们出去吧，都说没事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若琪，我都说我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
是我。老总，你担任主编之后，是不是承受了很多压力呀？是啊，各方面的压力都有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至于报馆的经济周转问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你解决的。不过你个人的问题，我实在帮不了你。我个人的问题？对，你唐山的太太，你父亲，还有若琪之间的问题。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告诉过你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个世界上有好人，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是。对于这些个人问题，实在弄得我心力交瘁。我自问，我不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不想人家痛苦，可是偏偏每一个人都因为我而生活在痛苦之中。我不想人家受伤害，可是我又的确伤害了别人。旭生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真的是无法回答他。他要我刊登一张漫画，我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不刊登他的漫画。我知道，关于漫画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小刘告诉我的，我同意你的做法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一件事情都会弄成这个样子。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，我了解你的为人。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优柔寡断。你要真喜欢金燕，决定跟她厮守一生，那你就不应该这样对待她。如果说你喜欢若琪，就必须有个了断。你说的对，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。这些日子我吃不下睡不着，这种精神的折磨实在很难受。我觉得我是作茧自缚。你不应该悲观，更不应该消极。要记得，我们客家人最吃得起苦，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勇敢地去面对。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既然你知道自己作茧自缚，那为什么不设法破茧而出呢？破茧而出。哇，你们看看，哎呀，你们看看这个漫画。哇，这个画的真大胆啊！对呀，画得很露骨。对呀，到底是谁画的？其实这是旭生写的文章和漫画。旭生，他用笔名啊？是啊，通常这种文章都是用笔名的。现在播报特别新闻。今天《阳光报》刊登了对本邦政府不利的文章和漫画，涉嫌严重的人身攻击。今天中午，文化部证实《阳光报》已经被查封，该报主编和编辑都被传召外化。特别新闻播报完毕。要快去找他。接下来，老板娘，收钱。好，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手脚快点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来，耍戏给拿走，快！哎，快点，收音机快拿走。开门！好，这个别家出卖，快大家快从后门走，快点，快，别再伤了，快走！Johnson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全都跑光了。什么？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给泡了，连那个专门跟我作对的胡先生也抓不到。哦，我想，他们事先接到消息了，对不起啊。这是他们的资料，我要你们尽快把他们给抓回来。是，长官。饭桶！老板娘，要一杯咖啡。啊，好，就来。这杯先拿过去。好。你的咖啡，谢谢。请问要喝些什么？咖啡。好，咖啡2杯。啊。怎么样啊？喂，站住！安泰，别动！安泰，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案子有关，带他回去。啊，干嘛要跟你们回去啊？我又没有犯法，我有正当的职业，我是中学老师啊。嘿，你打我，我要控告你侵犯人权。你告我们？关门走，放开我！
我也没做错事情，你们放开我！找我打你！放开我！去车！快！找我干嘛打人啊？不干！师兄！哎呀！师兄！师兄，快走啊！师兄，快走！先走！来，师兄！来，师兄！师兄！你先走啊！再让我来对付！要抢劫也要先看清楚是谁，还想打吗？我们是暗探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暗探啊！你敢打暗探，去死吧！好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我没有犯罪啊！带走！我没有犯罪，放开我！找死！闭嘴啊！告别我的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，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，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，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，忘不